中国功夫永远没有跆拳道和泰拳厉害，甚至比日本空手道还要垃圾。这些对中国功夫大不敬的言语，全部出自于法国黑人拳王的臭嘴。他自从赢了武术散打名将董鑫之后，这家伙就变得特别的无法无天、目中无人。面对如此猖獗无下限羞辱中国功夫的森巴库利巴利，董鑫的小师弟保银仓站了出来，是要让这家伙感受一下中国功夫所带来的压迫感，场面很解气。麻烦刷到视频的朋友请留步。好看归好看，但还是没有比赛视频精彩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保银仓的精彩表现。虽然保银仓是董鑫的小师弟，比董鑫资历小，但保银仓的作战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一些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保银仓就率先拿到了比赛赛点。要不是森巴搂抱的及时，恐怕这家伙连30秒都撑不过去，就会被保银仓的重拳打成筛子，被抬走抢救。逃得了初一，逃不过15。就算此时的森巴逃过了一劫，但后续保银仓会继续给森巴施加无上的压制力。森巴库利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，他不断的退后。现在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。保银仓啊，加油啊！我们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一场胜利。森巴库利巴利是29岁，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，身高173公分，9胜3负的战绩。但是呢，保银仓的身高臂展呢都比对方占据优势，看看有没有 KO 的机会。简单介绍一下森巴库利巴利，介绍他还不如不介绍，纯属浪费时间。比赛才刚开始1分钟，森巴就遭到了暴揍，甚至可以说是纯碾压的暴揍。绰号野狼保银仓的保银仓没有任何犹豫，数不清的重拳正在疯狂攻击森巴的大脑，说不定下1秒就会被保银仓的重拳打成二愣子，送进精神病院。不得不说，保银仓真的太狠了。刚才这一波攻势啊，真的是掀起了现场的热潮。刚才又是一记非常精准的前手拳，击打到了对方。刚才这一记后手重拳，森巴库利巴利是不是有点顶不住了？勾拳上勾平勾，上勾平勾，连续的组合拳的攻击，看看能不能破了森巴库利巴利的防守，再用肘击。森巴库利巴利又是到了地面。现在尽管保银仓是董鑫的小师弟，资历尚小，但真要是打起架来，保银仓还真是一点都不怂。难道黑人拳王真以为击败了1、2位中国选手，他就可以在中国的擂台无法无天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森巴也太天真了。搏击小将保银仓丝毫不犹豫，拿着拳头就往上打。这个头呢已经有点支不住了，在自己的脖子上面。我们看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神里面是有些胆怯的。这个一回合比赛3次击倒，一场比赛一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，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啊。在第一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森巴库利巴利啊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啊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保银仓生气的不是法国黑人拳王击败了师兄董鑫，而是因为这家伙实在是太狂了，大言不惭羞辱中国功夫没有实战的能力，完全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。然而保银仓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上擂台之后，他的拳头会诠释着所有的一切。法国黑人拳王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强，这一点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，根本想不到这个家伙竟然这般抗揍。被保银仓尾伤之后，现在显然没有恢复啊，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。双方开始了角力，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？现在保银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，没有用上全力。在第一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。森巴库利巴利这位选手，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，很能拥有一个抗揍的身躯又能如何？唯一的优点就是活的时间长，除此之外，所有的比赛优势都由保银仓一人所掌握。好好的一个综合格斗比赛，却被保银仓打成了训练赛，对付眼前这个法国黑人拳王森巴，
保音仓根本不需要用尽全力，只需7、8成功力即可将森巴打得无处逃窜。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昂啊！确实，咱们中国公务局全能技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就是这样摇摇欲坠，但是森巴库利巴里还是能够挺住。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抗击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保音仓呢还是打得保守了一点，我们觉得他应该乘胜追击啊，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来招呼。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保音仓的重击很精准，瞄准之后有95%的几率命中森巴的脑袋。然而森巴的重拳基本上都碰不到保音仓，甚至连一点威胁都制造不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保音仓的情绪逐渐变得愈发冷静，完全不是因为森巴的狼狈不堪而对森巴发起猛烈进攻。虽然摇摇欲坠，虽然站不太稳，失去了平衡，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，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哼。哎，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，但是保音仓没有跟上来有几拳呢？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在保音仓眼中，森巴就是一只待宰的小羔羊。别看他在擂台上晃来晃去，机动性很强，但这些进攻根本就无法给保音仓制造巨大威胁。与此同时，保音仓依然在井条有序的进行平稳进攻，无论擂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保音仓，继续一点一点磨着森巴打。最后的比赛胜利终归是属于保音仓。现在保音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，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。赛前有多嚣张，此时此刻他就有多狼狈。为什么保音仓没有快速将森巴秒杀 KO？ 那是因为那样的话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既然保音仓有把握暴揍森巴且能斩获胜利，那么就没必要快速秒杀 KO 掉森巴，狠狠暴揍才是复仇的真谛。击败师兄董鑫加上赛前疯狂羞辱中国功夫的罪名，足以判处森巴被暴揍的行政处罚。两位选手这个体能消耗都非常大。哎，现在想用一个下前抱摔，保音仓能不能防住？好，保音仓这个防摔防的不错啊。森巴库利巴里这个 take down 的招式被他看穿了。不得不说，森巴这家伙真的很强大，被打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甚至连一点身体反应都没有，纯属就是在用身体硬扛保音仓的重击。这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或许早就被保音仓的重击打成了手村人。既然这个扛揍，那就打吧。保音仓宁愿把拳头打流血，也不会让森巴好受1秒钟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。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也是无数次的站起来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，再打了个坐地不起，本场比赛结束。最终保音仓以绝对的比赛优势取得胜利，虽然没有出现 KO 的现象，但比赛打得很是激烈，保音仓也非常的给力，既暴揍了森巴一顿，也让更多外国人见识到了中国功夫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保音仓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